今集會同大家做個開箱，介紹下呢一個識飛嘅相機，叫做 Hover Air X1 Smart， 係我前所未見嘅產品。佢可以一路飛一路跟隨住你。呢個就係個機身啦，好輕，即係得99克啫。大部分嘅國家都係無需登記嘅，包括日本同埋台灣，帶埋去旅行用都方便好多。打開呢一層，下邊就有好多唔同嘅配件，一本日文嘅用戶說明書啦，因為呢一款係日本嘅限量版，所以係用日文嘅。兩個士啤電池啦，跟埋個插電座，係本身有5000 mAh 嘅電池裝置喺裏邊嘅。有個布袋，額外嘅螺旋槳啦、螺絲批同埋呢一條 USB-C 嘅插電線。咁每個電池嘅容量係690 mAh 嘅，就可以大概俾你飛到10分鐘到啦。呢3粒電池跟埋個插電座呢，應該最少俾到你45分鐘嘅運作時間嘅。第一次用之前呢，就建議你下載佢哋呢個 Hover X1 嘅 App， 登記個賬戶，同埋睇下佢哋嗰啲教學短片，嚟確保你識點樣運用呢一部 Hover 嘅。部機呢係用日文發音嘅，透過呢個 App 呢，你就可以改佢變成中文啦，或者英文都得。操控方面係非常之簡單，佢部機身呢只係得2個掣嘅啫。大圓形掣呢就係開關同埋確認啦，撳實佢1秒呢，佢就會自動開關嘅。部機就本身跟6種飛行模式啦，就用呢個細圓形掣嚟選擇嘅。開頭嗰5個模式呢係鎖定嘅，冇得轉嘅。而第6個呢就可以用個 App 嚟更改嘅。總共有10個飛行模式啦，而每一個裏邊呢都有得調校嘅。例如呢一個跟隨模式啦，入到去裏邊呢，佢就可以俾你揀跟隨嘅距離啦、高度啦、打橫或者打直咁樣拍啦，同埋調校呢個畫質嘅。但我同大家介紹下呢10個模式。喺用之前呢，想同大家講下幾個重點。呢一部 Hover 呢，佢係只係會跟蹤人嘅啫，係唔會自動避開障礙物嘅。所以呢，起飛之前呢，你要確定周圍嘅環境係安全啦，有足夠嘅光線啦，係唔可以喺水上面度飛嘅。唔明顯嘅地面，即係例如玻璃啊會反光嘅地方，都唔建議飛嘅。同埋個地面高度有大嘅相差，即係例如喺個懸崖側邊啦，或者由你屋企嘅窗戶飛出街，都唔建議嘅。OK， 咁第一個模式呢，要示範呢，就係呢一個懸停啊，撳實個大掣1秒嚟開機，之後用嗰個細圓圈掣嚟揀呢個懸停嘅模式，平放部機喺你個手掌上面，對住你自己塊面，然後撳多一下個大圓形掣嚟確定，之後就會倒數起飛噶啦。呢個模式呢，佢就會浮住喺同一個位置啦，但係個鏡頭呢就會跟住你嘅，好似咁。你想佢停呢，就好簡單嘅啫，擺隻手落去個機下邊咁樣。夠近呢，佢自己就會降落噶啦，或者可以就咁揸住個機身反轉佢嚟終止個飛行嘅，唔使擔心話會戒親手啊，因為佢個機身呢係包住嗰啲螺旋槳嘅，係完全安全嘅。呢個機身設計呢係防撞嘅，我試過2米高抌部機落地下都冇問題，一啲花嘅痕跡都冇。下一個模式呢就係呢個跟隨嘅，我本人最中意就係呢個模式，佢呢就可以俾到你呢個好似第3人拍攝嘅模式喺上面咁樣，後面跟住你，佢跟得係非常之好嘅。如果你嘅車速呢係維持喺個20公里以下呢，佢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平路嚟講，公路車大部分人都好容易可以過呢一個20公里嘅速度啦，除非你休閒踩。我覺得呢個模式呢就會比較啱爬坡用啦，因為個速度唔會太快，節奏比較平均啦。咁若果你踩超過20公里呢，部機跟甩咗呢，咁會點呢？佢就會自動慢慢咁降落喺地下嚟等你執翻嘅，喺樹蔭下邊都冇問題。但係呢，你要睇清楚有冇啲樹枝啊、樹葉啊，會有機會同部飛行相機碰撞嘅。咁頭先都講過啦，呢一部嘢呢只係會跟人嘅，就唔會話自動避開啲障礙物嘅。下一個模式呢，就係呢個叫做漸遠嘅，起飛之後呢，佢就會拉後咁樣嚟拍攝你後面嘅背景嘅，之後呢，就會翻嚟咁樣嘅。呢個模式呢，就最啱如果你想影低你後面嘅靚景。下一個模式呢，就叫做環繞嘅，係會圍住你拍個360嘅。而
呢一個呢，就係最後一個鎖定嘅模式，就係俯拍，即係俗稱嘅鳥眼。部機就會向上飛啦，然後個鏡頭呢就會垂直咁樣望下邊，記得睇清楚上面，睇下會唔會有電線啊、燈柱之類嘅物件嚟避免碰撞嘅。咁佢個 app 呢裏邊都有得調校呢一個高度啦，同埋可以令到佢旋轉都得嘅。而家我哋講下第6個模式啦，呢個係可以首選嘅，自己去個 app 裏邊。暫時呢，佢個 app 裏邊就有4個俾你選擇嘅。咁第一個呢，就係呢個叫做定格拍照嘅呢個模式呢，就同之前嘅遠庭係冇乜分別，一模一樣差唔多。除咗佢起飛之後呢，佢盞紅燈一着呢，就代表佢係拍緊呢個短片嘅。當你企喺度唔喐呢，佢見到你唔喐嗰陣時呢，佢就會斬呢個白燈啦，就代表佢準備影一幅12嘅 megapixel 嘅相嘅。下一個模式呢，就係叫做超級正面跟隨，即係部機會飛喺你前面，就可以跟住你走嘅。用喺單車上面踩直線呢，係絕對冇問題嘅，但係最好你前面就唔好有人喺度咯，或者保持一個遠啲嘅距離啦，同部機，因為都係嗰句啦，佢係唔識避開障礙物嘅，佢只係會跟蹤個使用者嘅。OK， 拍完之後呢，你想叫部機停止呢，你就可以舉高隻手做呢個 X 喺你個頭上面咁樣，部機呢就會翻嚟，然後之後降落喺你隻手上面嘅。下一個模式就係平衡跟隨，同頭先嗰個差唔多啦，除咗而家係喺側邊度飛，係拍你嘅側邊嘅。最後一個呢，就係叫做手勢指令，係完全靠呢個手勢嚟控制部機嘅。咁就可以用手勢嚟叫佢降落啦、向後褪啦、向左圍繞、向右圍繞，同埋呢個俯拍，即係向上飛，然後鏡頭望下面。OK， 咁我哋介紹咗已經9個模式啦。咁最後一個呢，第10個呢，就係呢個人手控制嘅，就必須連接佢呢個手機 app 嚟到操控嘅。呢一個模式呢，就可以俾到你更加仔細嘅拍攝角度啦，譬如你想佢飛到好高嘅，咁望某一個地方嚟拍個景嘅。呢個模式呢，都有好幾個限制嘅，就第一啦，最高呢，直上只可以飛大概10公尺度啦，即係點呢？即係大概2-3樓咁高，同埋佢喐得好慢嘅，佢同其他模式比係喐得好慢，好似行路嘅速度。我嘗試過用呢個模式嚟拍攝其他單車爬坡嘅，係完全跟唔到嘅，同埋個距離啊，即係個手機同部 hover 嘅距離呢，係唔可以超過30公尺嘅。呢一方面呢，佢就同普通無人機相差係好遠嘅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佢唔係一部無人機咯，所以佢就叫做飛行自拍相機。我覺得用佢嚟拍單車片呢，係非常之唔錯，有幾個原因嘅。咁第一啦，佢個面積係好細好輕巧嘅，係完全放到入去你件 jersey 後面個袋度嘅。佢又夠輕咯，所以呢，放咗入個袋裏邊呢，都唔會話掉晒出嚟咁樣啦。同埋最大嘅優點呢，就真係個使用方法非常之簡單。佢唔會影響到你踩車嘅節奏啦，就算你同群組出去踩車，你都唔需要話叫人等你我攞部機出嚟咁樣拍，因為呢，佢真係好簡單嘅，係喺個袋攞出嚟撳個掣，幾秒後已經影緊㗎啦。同埋佢真係跟實你嘅，真係唔需要話有第二個人幫你控制部機咁樣啦，等你可以專心繼續踩車啦。咁啊，話唔定你會話個電池好細啊，容量。係啊，係細嘅，但係佢都俾到你拍6至到10條片啦。我覺得呢就應該足夠嘅，即係如果你話淨係影應該影嘅片，我覺得呢係足夠嘅。如果你就係諗住拍低捕捉啲有價值性嘅 moment， 如果你覺得唔夠，咁你當然啦，你可以帶埋嗰2個額外電池放喺你個坐墊袋裏邊又得，嚟延長你呢個飛行時間嘅。以下呢就有更加多 specs， 個面積呢就同一部半手機咁樣咯，重99克，個外殼設計呢係防撞啦，同好襟用嘅，有2種顏色俾你選擇啦，白色或者黑色，當然有呢個防震嘅拍攝功能啦。咁啊，拍片嚟講呢，畫像呢就可以去到 2.7K 嘅，如果你係30格，
1080咧，如果你係走60格，或者呢個 HDR 嘅30格都係1080嘅。影相嚟講咧，就最高畫像去到12萬像啦，HDR 就制得5萬啫。裏邊嘅儲存咧係有32GB 嘅，拍出嚟嘅片咧係冇聲嘅。如果你想收埋音咧，你就一定要連接你個手機 app， 透過你電話嘅咪嚟錄音嘅。佢會透過 AI 嚟消除嗰啲螺旋槳嗰啲聲，令到你錄出嚟嗰啲音更加清楚啦。飛行方面咧，就4號風球以下都冇問題嘅，正常運作，氣溫0至到40度，可以最高喺海拔2000米飛行嘅。如果你對呢一部飛行相機有興趣呢，就可以去我哋標籤睇睇嗰條連結。開箱就到此為止啦，希望你會中意呢一條短片啦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分享，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